后呢，因为这样，这里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美国这一次发现很严重，就今年的事情，美国发现它进入一个错误的战争模式。什么叫错误资本？它的会战100万、200万美金，然后去打一个无人机，5万块、2万、3万，对对对，没办法，你用大炮打蚊子嘛，这个没办法。美国现在庞大的那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庞大的那个什么长城轰炸机啊，那个 F-35战斗机、隐形战斗机，所有这些庞大的装备，现在发现派不上啊。现在美国很恐慌，其实很恐慌，它没有无人机生产线，它也没有那个相关的零组件跟材料，台湾有。所以美国要补应急的话，要补库存的话，绝对要台湾赶快动手。你现在美国，你从美国的立场来考虑，你真的发现很恐慌的。美国现在很恐慌，因为什么？因为现在人家用无人机搞你嘛，你不能用你的飞弹去打无人机嘛。而且美国有一个东西是无人机还要防御系统哦，就是别人的无人机来的话，你怎么对都要防御？那你不是一枪一枪打啊，因为无人机是一群嘛。所以你必须要，美国军火商有发展一种东西，叫做高速连发雷射枪，那个成本很低。然后一下子把很多无人机解决掉，他那一发子弹，一发大概1块美金，对呀，很便宜，然后这样才能够对付无人机嘛。你不可能用你现在的挥弹防御系统、爱国者挥弹去处理无人机嘛，不可能嘛。所以美国现在发现他手上没有这套东西啊。对，所以现在美国其实很恐慌，因为他现在发现战争模式被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技术创新改变了。以前的战争模式包括坦克。现在不是哦，现在有无人坦克、无人战车、无人的那个什么，无人机器狗什么东西，现在很多东西都无人化、无人系统。然后呢，现在美国发现没有这个制造能力啊，它没有这个生产线啊。对，日本也许可以帮上忙，台湾肯定可以帮上忙。所以呢，美国现在要应急的话，要赶快。因为他知道中国那边他的对手，中国那边有大量的生产线嘛，而且中国那边销售金额很庞大嘛，产量很庞大嘛，对，所以他一定要赶快把台湾扶起来，让台湾这边的产量可以跟上来。那你现在就讲到一个重点呐，现在有人讲说，你台湾再怎么发展无人机，你也不是大疆无人机的对手啊。你现在在中国，它不管它的连杆、它的整个平衡、它的整个设计、它的整个包括它的这个 IC， 它都已经是在无人机这个上面已经世界第一，而且已经占了全世界80%以上的这个市场。你台湾再怎么做，你赢不了他呀。这个问题有一个潜力，类似的啊，不是完全一样。就是台湾在成为半导体大国之前，谁是大国？半导体大国日本。80年代嘛，美国还专门通过一个法案来对付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不是只有把它那个广场协议那个日元升值那个哦。80年代的话，美国还有一个半导体法案是针对日本。半导体法案对。然后日本到最后被整到整个半导体产业没了，只剩下特殊化学材料、光阻剂、光刻胶这种是日本控制啊。那韩国也被吃了排头嘛啊。那一样，现在无人机行业产业毫无疑问，中国是第一名。对。然后呢，台湾在落后直追，对不对？然后呢，将来的话，如果中国大疆那边，听说大疆的创办人是台湾人。当然现在可能可能不在了啊。当初创办人是台湾人。总而言之，中国的大疆这个，如果你不能一直引进新的技术的话，你可能你的无人机被别人的无人机干掉。对，所以它必须不断保持那个技术上的领先。然后呢，它有大量的生产量，对不对？也有规模经济嘛，那美国要对抗它，不可能说眼睁睁看着它拿下无人机的这个冠军宝座了，不可能嘛。美国一定要对付它嘛，所以就很可能美国会打压这个中国的无人机产业，扶植台湾这边来取代嘛，就跟当年扶植台湾来取代日本的晶片制造一样嘛。所以我才说我揣测一下，说看美国的这个讲话应该是想把台湾这边的无人机整个产业链把它打造出来。对，中部地区有工具机啊，那个零组件啊，那个人形机器人那些，对不对？将来的话都是 AI 化的机器人 ，AI 化的无人机嘛，但无人机的话，比如说如果被电子屏蔽的话，以前会掉下来嘛，它现在不是，它立刻切换成自主运作，它会变频。对，所以呢，现在无人机很多尖端技术在一直引进来。对，那中国如果不能引进技术的话，将来大疆生产的无人机就会变成二流的。所以美国一定要扶植一个对手，不是美国自己的对手，是能够成为大疆无人机的对手。市场上的对手，将来很多订单就会流出来，转来台湾这里买最先进的顶级的无人机，所以这个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估计美国一定要培养盟友，美国自己能干最好，当然培养一个盟友，生产的无人机能够盖过中国的，将来把订单转过来、吸过来。美国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无人机这么一个重要的产业被你中国拿去，不可能，他一定要想办法。是因为我们在看，我跟他还是在强调，我之前刚刚讲的就是。
你在乌克兰战场非常清楚是现在的战场管理是 Palantir 在做管理，是美国的软体公司在做管理。那美国的软体公司是跟乌克兰所有的无人机做紧密结合，他们所有的通讯，他们的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讯号，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你今天无人机不是说你要飞得高，你要飞得稳，你的侦测，你的这个所谓的光学要好，而是你要有那个系统上面的这个连接。那刚刚讲的这个系统的连接，美国绝对不可能跟中国合作，所以这个部分就会变成台湾最大的一个利基。对，这个就是说，美国会把它掌握的各种优势，就是干脆就灌到台湾这里来，因为你要补很多东西嘛，你美国自己搞生产线的话，那你还要有材料、马达，还有线路、通讯，什么一整套嘛。那刚好台湾都有，哎，对嘛，所以干脆把它的优势来跟台湾这边的制造能力结合嘛。所以我才根据这个，我来预测说，美国很可能把无人机这个产业链要放在台湾这里嘛。然后他当然潜在对手就是中国那边的嘛。对，因为有人讲说为什么台湾无人机可以这么强？因为有人讲说他去真过研究哈，无人机所需要的技术很多部分80%跟做手机是一样。也就是说，你把所手机的很多的通讯的技术、光学的技术、现成的东西，你把它转过来。所以原来台湾是这样慢慢累积。他本来想说我们跟无人机有什么关系？不，台湾这个上面，在机密工业上面，我们是有这个基础的。那讲到最后就是。中国这时候做了2个有趣的东西，第一个是国家，它这个是民族团结民族团结促进法。那这个东西这2天也在台湾，等于说他说你在境外如果表达对我这个所谓的中国的这个国家团结是不利的话，我就会进行制裁。他想你怎么制裁？你凭什么制裁？你怎么制裁？就没想他们真的派黑帮跑到台湾来打人了。而你说中国今天做这个动作，代表他其实内部是有很大压力的，不是代表他没招了。因为这个土匪强盗出身的共产党，他一拿下权力以后，他想当个绅士啊，他想跟上游社会那样一样啊，他不想整天让人家觉得你这无产阶级的那个老大，对啊，整天像土匪强盗嘛哈，他不想那样嘛，他想很绅士、很体面的来掌握权力嘛。那所以，除非到不得已了，实在是没招了，他才会露出土匪强盗的本性嘛。他也很想像那个美国人啊、法国人啊，但很 gentleman 嘛，哈，很绅士嘛，是这样。所以我看他拿出黑道这种动作的话，那就表示说他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他没招了。我这样形容他当然也有可能哈，他希望制造所谓寒蝉效应。那对策就是让这种打手执行的人本身有寒蝉效应。比如说他如果被抓到以后，送到那个魔鬼那个训练营，然后很多人整他看到不行啊，这种活不能接。我们要让可能接这个活的打手型的要付出代价，付出重大代价，是他们有寒蝉效应，不是我们的名嘴有寒蝉效应。说我们如果像石板民夫这样的话，可能会被打，不是啊，我们这里有寒蝉效应，我们要让他有寒蝉效应，让这种黑帮的人啊看到说靠，那个人被抓以后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什么地狱那个什么那个。监狱是吗？然后让他进来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干嘛？对，你直接送这个地狱监狱然后他们一听到就去火烧岛类似对，就是说我们对这些打手可能的打手或者代理人，我们也要给他一点排头，让他心中知道畏惧，不要以为他可以这么蛮横来这边为所欲为，不是嘛？因为共产党对这些人是怎么样呢？就是中餐馆的筷子，用完即丢。这些人在中共眼中的话就是工具。用完即丢，他不需要背什么责任，所以他那个团伙里面有些人就先走了嘛，对，留下这个笨蛋，总共6个人，4个人先走了对嘛？所以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内部有没有接应的人？如果我们内部有接应的人的话，那这个接应的人他们要保护嘛，不能整个被端走嘛，所以这个也还是一个议题，意思就是说中共内部他是这样，他本来要武统台湾，发现实在不行，所以改成和平统一。所谓和平统一，就是说台湾这边主动愿意来统一，包括公投统一，透过公投表达统一，那你美国没话说嘛，日本没话说嘛，所以他们要在台湾内部所谓把对台工作做到台湾内部，我们在台湾内部有我们的人等等这样的想法嘛，那这个对内交代可以嘛？在国际上的话，你这样玩不可能嘛，第一个台湾没那么弱，第二个美国也不可能放纵你这么搞那所以呢，他这个东西一厢情愿，然后呢发现也搞不下去以后。那就来这个这个东西就叫土匪流氓了嘛。你耍土匪流氓的话，就表示说你真的是波波啊，波波啊嘛，那我是这样解读啦，就是说他这样子搞的结果表示
他说不定后面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烂招会出来，因为他现在已经惶恐了，他其实焦虑。中共现在或者习近平焦虑，习近平有很大焦虑，因为他发现他根本拿不下台湾。今天就算中国有最先进的海军、空军还是2栖登陆部队，你真的要像当年诺曼底登陆那样由艾森豪率领的那个诺曼底登陆完成那个作业，不可能嘛？因为台湾海峡的宽度比英吉利海峡还要宽嘛，而且那风高浪急嘛，你要真的渡海的话，不可能。这个年代都被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几乎不可能。然后呢，斩首行动那个特种部队突然空降，这个也玩不起来嘛。那真的想来想去，真的唯一的办法真的是从内部搞台湾嘛。那你从内部搞台湾的话，那台湾这边可以专心对付你也 OK 嘛。所以他现在发现有点焦虑，他还有一个内部的经济维稳的焦虑。然后呢，他甚至于发现整个政权有可能进入政权危机。他现在是处理政权危机嘛，所以他才会对军方大整肃嘛，因为他要维稳嘛。现在维稳、保党、保政权是习近平最重要的工作，他已经不是拼经济了。他也不是说要跟美国怎么和，只要美国不搞他就很高兴了。他有这么强的不安全感。他现在内部危机很严重因为我们看到最新的数字是，他现在的 GDP 本来以前不都保5嘛，他现在已经保不到5了，他现在这个所谓的 GDP 的数字只剩下4.3而已了。其实他连2%都没有，甚至于他在我看他其实已经是负的增长，他已经进入衰退，他硬是凑那个数字没有意义了。可是他不是每年还有这么多的出超吗？不是每年还有这么多的出口吗？出口出超有，但是呢，你看他有没有拿这些去买他要的，比如说能源、粮食、半导体、工业设备，有没有？他买不到，第一个，而且这里面的很多出超其实是被权贵洗到海外去。我举个例子你出口拿到外汇收入，你没有汇回国内，那这个就算资本外流。所以它有庞大的顺差没有错。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有庞大的贸易顺差，你照理说也应该结汇嘛，对，然后应该出现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财务报表上嘛，你的外汇存底要上升嘛。对，你仔细看，过去这几年来5年10年，外汇存底没有上升。外汇存底的话，从3.2兆到3.3兆，那你每年庞大的贸易顺差哪里去？对，还没完哦。你在海外有发行美元计价的债券这些钱是进来的还有多少少还有外来投资这些钱加起来跟你的贸易顺差加起来，你应该表现在人行的外汇储备上嘛，没有嘛，所以表示什么意思？表示大量的资金外流，所以你有赚钱没错但是你也资金外流了，对所以你现在国内其实是紧张嘛，所以习近平才会要国营企业把海外资产卖掉，把钱送回来。钱回流的话，人民币会走强嘛，是这样来。所以你看到人民币好像要走强，对不对？是因为资金回流嘛。资金为什么回流？习近平说你们赶快把钱汇回来因为这边国内有需要嘛。对，所以表示什么？表示之前很多钱在外面嘛。那是钱在外面的话，就是我们俗称的叫做资本外流嘛。所以你不要看它有贸易顺差，其实它资本外流很严重。对，所以它国内经济这么严重。就我把它称为，因为它多重危机同时爆发。第一个危机当然是房地产危机，房地产危机以后带动整个上游建筑材料、下游这个，包括家电包括房屋中介，一整串的话，大约占 GDP 的30%到33%，这个很庞大。然后这个行业冷掉的话，那个伤害很大然后呢，第二个呢，它的失业，因为失业代表，如果你就业的话，你有所得，你有消费能力，你有内需。你现在失业问题很严重的话，就代表消费能力极端被压缩。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出2个问题，就是房地产危机、失业危机。第三个，它一定甩不掉的，就是债务危机。它从民间企业的那个房地产那边的债务危机到地方政府的这个债务危机，还有一个更大的是国营企业的债务危机。这些债务危机都天文数字。那中央已经没有办法对地方去做财政移转支付，就是没有办法给财政补贴。所以现在地方呢开始自己想办法，所以将来很可能会出现什么？中央管不到地方，叫做弱中央强地方，这个格局可能会出现。将来进一步演变的话，就是地方割据，像清朝末年叫东南联省自保，东南自保行动，非常有可能，因为现在中央照顾不到地方，然后呢，现在本来是只有上海还有那么一点财政盈余，现在可能连上海都没有了。那不要说上海、浙江、广东这些是大省，对不对？支撑中央财政的。现在可能都没办法，所以将来非常可能引爆的就是债务危机，3大危机那个房地产危机、失业危机、债务危机，然后这个会牵连到银行，银行的很多放款是有抵押品的，抵押品坏掉的话会变成银行的这个金融危机然后呢，现在还有这个对外关系的话，跟美国那么紧张
很多事情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被美国卡住嘛。所以现在中国的我把它称为多重危机同时爆发嘛，我把它形容为多重器官衰竭嘛。所以现在中国的经济不是我们唱衰它，是他自己都知道它不太妙，是他自己内部人都知道，包括那个之前最近刚去世的那个高善存，他也讲过嘛。其实很多人讲过，不是只有他，还有一个姓任的也讲过，他们内部人知道自己。他们知道那个水分太多嘛，官方公布的那些数字。可是现在有人反驳，就说你现在一直唱衰中国，唱衰这么久，中国还是好好的啊，它还是世界的第2大国啊。如果他现在真的崩溃，你讲的那个第2大国那个经济总量要打6折了，至少打6折，说不定要打4折，那不就是说回来，就是如果美国当初在打贸易战的时候，川普1.0的时候，中央情报局据说有做一个经济报告。他们担心的是，中国经济如果崩溃的话，会出现大量的经济难民。这个难民估计多少人？他们估计是1.5亿人。1.5亿人里面，如果有200万人用各种渔船、商船、铁壳船投奔台湾的话，台湾崩溃。所以他们不能让中国崩溃，但是他们要不断的削弱中国经济。所以要把中国经济弱到他没有崩溃，对，叫做崩而不溃。崩而不溃。就是类似这种概念，不是那个谁何清廉写的书吧？叫崩而不溃。所以如果中国要崩溃，美国会说：“你顶住，你顶住。”所以他3不5时会撑一下习近平嘛。他要削弱中国，让中国不能威胁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这个毫无疑问嘛。可是他不能让中国崩溃。因为一崩溃的话，问题更严重。周边的那个盟友要承受大量的难民，包括现在美国这个所谓走线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里面，那都很多，有超过10万人是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理个小平头，有人怀疑是解放军的不管，就是现在川普跟习近平要谈一个事情，就是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我要遣送回去，你要收。这也是变成一个新的议题，不只是那个毒品的那个出口管制，芬太尼，还有呢稀土的那个出口管制，你要不要解除？不只是这些议题，还有一个非法移民，我要遣送回去，你收不收？你要收。所以呢，现在中国是怎么讲？就是他让你很辛苦，可是你又不能抱怨，因为他说，你第2大，对不对？你看日本取消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他理由什么？他说没有第3大经济体去援助第2大经济体的道理就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中国这个第2大经济体是被拱在那边的，它其实呢内部压力非常大。是。最后，嘉龙，我们要谈到一个国民党的问题，你跟我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就是其实现在国民党在韩国瑜之后，他其实拿到了，我们要不讲吗？整个经济成长，不管 AI 的成长或什么成长，你总是有一些失落的人。而在韩国瑜的时候，其实把这些失落的、这些被遗弃的这些人的心，其实抓到了。可是国民党居然不懂得去掌握。我们看国民党的政治方向要回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结构性。然后呢，时间点就是2018年，那个时候韩国瑜居然选上高雄市长，而且他的差距是15万票，所以民进党到后来也放弃验票了，因为哪怕国民党赢个3万票都不容易，更何况赢到15万票。我在高雄发现很多人跟我讲，他原来是民进党的里长、民进党的庄脚，然后他们决定投韩国瑜。你没有民进党的人跨过来，你哪有那么多票？对，你就算赢3万票都很辛苦，你赢到12万票，所以民进党都认输了，不验票了嘛，因为他们知道很多民进党的票投过来嘛。好，现在问题就出来了，就是我说国民党一直没有搞清楚韩国瑜那一次赢在什么地方。好，现在我们讲一个概念在民主国家里面，政党的划界线是根据你所代表的社会阶级。好，比如说共和党代表上层精英，民主党代表下层草根。英国的保守党代表上层精英，劳工党代表下层都是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民主国家的这个政党是以他所代表的社会阶级来划界限。台湾多了一个，就是统独，就是说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统还是独。所以呢，理论上台湾有2个标准，2×2应该有4个政党，就是统派的精英党、统派的草根党，然后独派的精英党、独派的草根党，理论上应该有4个政党，2×2等于4嘛那结果国民党是统派的精英党，民进党执政以后往财团这边靠，它也变成独派的精英党，整个草根空掉了。所以韩国瑜当时在选高雄市长的时候，有一个基本标准动作，就是穿着牛仔裤、穿着白衬衫，然后说1碗卤肉饭、一瓶矿泉水，我也可以度一餐嘛这个是庶民经济的形象。然后再简单讲一下说，货出去人进来
就是大家发大财，简单明了易懂，然后打动的是下层，所以才会有民进党的票也投过来，因为他们是阶级认同里面认为自己虽然是中下层，对不对？中下层没有人管嘛，没有人照顾嘛，没有人替他们讲话嘛。没错。韩国瑜抓到这一块，搞不好他自己也不懂。因为他就这个样子嘛，他原来的党主席吴敦义是拿他去当炮灰的嘛，他本来想在新北市选立委嘛，结果去那边好像反正当炮灰就干脆玩大一点，对不对？搞夜袭搞蓝的那一套，那为什么民进党的那个庄脚这个里长还投过来？不是统独来决定这个票嘛，是社会阶级来决定这个票。那所以呢，这个下面这个空的最后给谁拿进来切进来？柯文哲嘛。柯文哲的民众党就是他说你不投蓝不投绿的，你来投我嘛。其实是下层，对嘛？所以他台湾的这个民主社会结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缺少一个一块拼图，就是没有人代表下层讲话。对，因为国民党毫无疑问是代表上精英嘛，对，统派精英。民进党现在很毫无疑问的，对，代表的绿，他代表也是精英。对。绿了那个精英嘛，而且是既得利益者对，没问题嘛 ，OK，那民主社会很正常嘛，但是问题是整个下层空了嘛，所以现在下层空的话，怎么解决？这是台湾民主化最后一块拼图就在这里。那问题是民众党现在被这个形象下降嘛，支持度也在下降嘛，他从原来大概26%的支持度，现在可能跌了10个百分点，可能只有16%，可能10都不到，或者可能更低。所以现在的话，一样回到一个老问题，2018年那个老问题。就是谁代表台湾社会的下层来讲话？那有一个模范榜样就是川普。川普是共和党是精英，但是他的政策从1.0的时候为草根讲话，草根一听就懂嘛，他是我们的人嘛。对中国打贸易战，为什么？因为很多制造业外移，就业机会外移，然后对付非法移民，美国墨西哥边界要盖围墙，为什么？因为非法移民进来抢了工作机会嘛。他这两个政策的话，对社会底层来讲，一听就懂。川普2.0多一条，小费、服务费、加班费免税，那很多人是服务业嘛，一听就懂嘛，这个不需要什么念研究所就懂嘛。所以川普用政策把下层的选民拉过来，美国媒体给他一个形容词，他在打造一个蓝领阶级的共和党，没有这个东西，共和党是白领嘛，对嘛？所以变成说他人在精英，但是呢，照顾政策照顾到草根，草根的对他认同，所以川普才可以当选2次，是这样来的嘛。那一样，现在国民党他应该重视的是说，他要理解支持他的其实是民进党的草根这边倒过来，才有韩国瑜那个票嘛。后来因为他去选总统，大家觉得你不干活，对不对？对罢免掉嘛。罢免掉以后，大家这个回到这个民进党执政嘛。我说民进党在高雄执政那么久，选民有一个心理就是说我没有欠你嘛，我不欠你啊。结果呢，就是让韩国瑜试试看嘛。结果韩国瑜那个不务正业嘛，跑去选总统嘛，那大家就说算了，还是让民进党回来，是这样嘛。所以国民党要了解台湾的这个所谓民主化的这个社会结构，就谁抓到草根？对，你要就是简单讲呢，你要回到民生主义嘛。说民生主义的话，照顾企业也照顾劳工嘛。我想民生主义有个很大的特点呢，就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繁荣的过程中，能够维持社会平衡，尽量把社会下层也带上来。当年联合国做的统计里面有2个国家是高成长，然后呢高社会平衡，就是台湾，对，台湾跟日本2个，就是说所得的最高20%跟最低的20%那个比例保持不变，就是说大家一起上来，民生主义当年做到了嘛。那现在美国回到这个问题，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它如何把下面的人也拉上来一起成长？而不是上面的人搞晶片、搞 AI， 然后呢，哇，那个财富累积很庞大，什么上面的1%、5%、10%有多少财富，对不对？90%财富。对，这个叫社会撕裂嘛。是因为这个社会撕裂才让川普有机会进来嘛。他一个政治素人怎么可能玩那么大？是因为他的政策诉求能够打动下层嘛。然后针对中国打贸易战，然后针对这个非法移民，对不对？然后现在呢，小费加班费免税，这是简单诉求，然后打动的是社会阶级里面的下层嘛。所以这个东西要给国民党很大的一个启发，你不要以为是你的统独政策，然后得到选民支持，不是嘛？选民会支持国民党，是因为他们除了不想投民进党以外，也因为社会阶级的关系嘛。现在发现很多票流走，是因为你是精英党嘛，你没有关心下层嘛。所以国民党如果开始回来关心下层，回到民生主义这个经济繁荣的过程中，也把社会平衡带上来的话，他会有票。可是他如果没有认识这一点的话，整天搞那些亲中派的议题的话，以为这个才是正点的话，那他完了。好，那今天嘉龙最后就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其实不管你今天不搞 AI， 你搞任何产业，你最大的就是你要让最多的人享受到好处。对，如果不能最多人享受到好处，你至少就弥补很多人的心理上的一些损失。而怎么做才是你要取得台湾政权最重要的关键。非常谢谢嘉龙，谢谢大家。各位宝洁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对我们的支持，还有您对我们的指教，其实我们都会认真的阅读，因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要自我检讨，甚至我们未来怎么去调整方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就刚刚讲到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留言有什么留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的跟观众来进行回答。淑娟说：“支持宝洁及团队，你们是最优秀的。”非常谢谢您的肯定。当时讲说，我们的节目其实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那这种改进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听后X5R他说，政府部门主管机关应该管理一下，坚决不让中共产品进来台湾。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很难思考，是说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网购，现在很多的网购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网购是这样直接进来。那你如果说没有任何的管制，现在很多国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没有管制。你没有管制，第一个你的品质，第二个你是对台湾的商业、对台湾的产业会不会有伤害，这都是政府应该面对的问题。Rookwood 0222他说：“天佑台湾，感谢宝洁，一起保护台湾，台湾人加油。”当我们希望说，在台湾这块土地里面，我们真的好好的守护，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国家。Karen 说：“感谢宝洁哥制作这么好的节目。”其实能够做这样的节目，其实是我觉得那是一种福分，那是一种福报，我们会非常珍惜。喂20110他说他看了政协会那一集，他说只有我觉得郑丽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吗？对于郑丽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们不予置评。立刻他看了川普无视习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说中国与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这样子比较通顺。也就是说，中国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实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实是台湾，我们从来没有挑衅过对方。好，刚刚讲到的，我们非常认真的在做我们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从以前我其实没有任何政党，那我也不去标榜这个东西，我只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在这块土地里面，我在民进党跑那么久的时候，我学会一句话：相信台湾，相信人民，相信台湾，相信人民，这是我做这个节目里面最中心的思想。